老大，这天都亮了，接着嗨，继续下一场。代驾呢？死哪儿去了？马上到。啊！你干嘛？怎么了，美女？摸一下至于吗？流氓！别急着走啊，陪哥几个耍耍。你们想干什么？美女，咱俩之前是不是见过？面熟啊！我不认识你。哟，小辣椒，哥就喜欢这性子烈的。给我按住他！老子今天就要在这爽一爽！放手！救叫吧，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哟，后代家的英雄救美，你他妈活腻了！再说一遍，放！你算个什么东西？有挑事的，一起上，干他！姑娘，伤到没有？小心！大叔，你醒醒！妈，救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代驾的？这不是我大学同学唐秀玲吗？原来我救的竟然是她的女儿。行了，一个干破代驾的还什么恩人不恩人的，咱们还得赶紧去见王总呢。妈，代驾怎么了？你别总是瞧不起人，而且我今天可是差点就没命了，你还让我去相亲，这不是给他备了10万块钱的酬谢费吗？都给他还不行吗？今天赶紧去见王总才是头等大事。妈，那个姓王的家里养了8个女人，你想让我过去当小九吗？采薇，妈可是为你好，王总可是达瑞集团的老总，嫁给他，你可是有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为我好，你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要我嫁人，我还不如嫁给他呢。唐秀玲，好久不见。叶振民，没想到救我女儿的竟然是你个老东西。妈，你们认识？叶振民，你个废物！上学的时候不知好歹的追我，现在做个臭代掐，还想祸害我女儿！老不正经的玩意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打死你！妈，你干什么？采薇，你别被他骗了，他是我大学同学，最擅长玩弄女人感情了，一定是看你有钱，想赖上咱们万家。你瞎说什么呢，唐秀玲？我没有骗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放屁！谁知道你是不是跟那几个小混混一伙的？就是为了对我女儿骗财骗色。采薇，我们走。妈，他真的是个好人，你冤枉他了。叶先生，我下次再来看你。28床，赶紧让你家属过来缴费。我自己缴费，自己交。看看你这身破烂打扮，你能交得起费？你知道这是什么医院吗？赶紧打电话喊你家人过来。喂，一鸣。对，我在医院，没有大碍。你这个人属驴的吧？让你叫家属过来听不懂是吧？怎么的，还想赖账不成？我说了，我自己缴费。还跟我瞪眼？我们医院一天的医药费10万，你交得起吗？10万？什么医院敢这么收费？我告诉你，这里可是养和医院，在江城那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而且我们医院马上就要和全国顶级的青云集团合作。青云集团，那不是叶一鸣的公司吗？哟，还叶一鸣呢？叶总可是江城首富，全名是你能叫的吗？搞得跟你是他爸似的。没错，他就是我爸。你谁啊？我是他儿子，叶一鸣。叶总，小的有眼不识泰山，竟没认出这位是您父亲。混账东西！院长，我错了，别叫我院长，我没有你这样的员工。
这可是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要是惹恼了他，咱俩都得滚蛋！滚！没听见啊？让你滚！你俩一起滚！啊，是，我这就滚，这就滚。爸，你看看你，丢不丢人？丢人？我丢什么人了？区一个医院的医生都看不起你，你还不够丢人吗？我给你买了豪车别墅，给你配上司机保姆，你都不要，偏要去干一个破代驾，还见义勇为，差点被小混混打死。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吭不抢，我有什么丢人的？我今天本来约了大卫先生谈合作，就因为来医院看你，我把大卫给放鸽子了，我得赔多少钱你知道吗？大卫，是那个万豪国际酒店的总裁吗？是啊，你知道他的时间有多宝贵吗？分分钟几百万的大忙人，我竟然放了他的鸽子。他要是知道是我出事了，不会怪你的。行了，既然你没事，我现在就赶紧去找他赔罪，说不定能挽回一下。我说的是真的，你要是想见大卫，你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在这儿等着，等大卫来这里见我，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一鸣，大卫是我朋友。爸，你别开玩笑了，我真的很忙，我走了，你以后少给我找点事儿吧。这小子好歹也是个集团总裁，怎么还是冒冒失失的？叶先生，好久不见。不可能，肯定是我看错了。叶先生，好久不见。关于中国市场，我能教你的就这么多了。叶先生，您真是我的贵人，要不是因为您，我说不定已经死在米国的贫民窟里面了。您当年在米国商界叱咤风云，为什么突然选择激流勇退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对了，听说我的儿子叶一鸣在跟你的万豪国际酒店谈合作。是的，需要我这边多关照他一下吗？不用，不要因为我的原因强行跟他合作。明白了，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做的。钟总，这次同学会你也来了哟，小胡，哎，不对，应该叫胡总了，开路虎了，这一看就是发大财了。哪里，你的大 G 也很帅嘛。唐秀莲，多年不见，风韵犹存啊。钟总，这是发达了啊！有没有什么好项目让我万家也跟着喝口汤啊？万家，唐秀莲，你这是嫁入豪门了啊！我还以为你当年答应了叶振明那个屌丝呢。答应他？除非我瞎了。哎，你们知道吗？叶振明那个废物现在在干代驾呢。年初那会儿我喝酒叫代驾，接单的就是他。大冬天的，冻得跟孙子似的，骑个小电驴就过来了。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提他干嘛？一个给别人开车的废物，挂到嘴上都嫌丢人。哼，有这样的同学，真是咱们的耻辱啊！一个 loser 而已，别提他了。是，钟总，这万家国际酒店可是世界知名的7星级酒店，钟总带我们来这里吃饭，破费了！破什么费呀？万家国际的总裁大卫先生跟我的关系很好，我来这里吃饭还用得着花钱吗？钟总还真是牌面呀！抵什么抵？没看见我们正说话呢吗？钟总，能来山姆国际吃饭的人非富即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哟，迈巴赫，行吧，那咱们得让让，准备进去入席吧。老同学，叶振民，老同学，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叶先生，是你？哎，你也在？叶先生，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谢谢呢，行了，叶振民，你这穷鬼怎么阴魂不散的？你还真想赖上我们采薇呢？不是的，我就是来这里办点事。哟，好大的口气，还来这儿办事儿？你1年的工资都不够吃这里的一盘菜，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妈，你少说2句吧。老叶，这不是你车吧？哦，不是，我开别人的。哦，这是我一个有钱朋友的车。干代驾的能有什么有钱朋友？滴滴司机还是送外卖的呀？哎呦呦，当年老叶可是咱们班成绩最好的，
怎么现在混成个代驾了？当代驾也没什么不好啊。哎呦，老叶呀，你可别嘴硬了。叶振明，今天可是咱们学校的同学会，既然你来了，就来见见世面吧。同学会？怎么没人通知我？通知你干什么？今天可是身价1000万以上的校友才能来参加的宴会，你一个代驾瞎掺和什么啊？他可是我的恩人。什么恩人？要我说啊，那几个骚扰你的小混混肯定是他找过来演戏给你看的，从头到尾都是骗你的。你怎么总是把人想得这么坏啊？老叶，这都到门口了，要是不进来坐坐，不合适吧？行，正好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叶振明，这万豪国际可是咱们江城最豪华的7星级酒店，没来过吧？还行，以前常来，最近没怎么来过。看来最近万豪国际叫代驾的人太少了，是吧？不是，之前是来吃饭的。老叶啊，都是同学，你真没必要撒这种谎，这么耍面子。大家也是好心请你来叙叙旧，指不定谁手里面漏下来点馒头渣渣，就够你吃得饱饱的了。行，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行吧，走吧。老叶啊，等会儿收收你那穷酸气儿，可别怯了场。胡总，我得敬您一杯。听说您现在在青云集团高就呢？不用恭维我，我也就是个执行董事罢了。收入嘛，一年也就几百万。打工都是打工人，钟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啊！虚名，虚名，我也就是比别人努力点，一年1000来万的收入。你看这劳力士的手表也就3块而已。哎呦，这表可是全球限量，还得是钟总啊。对了，胡总，我想求您个事儿，我儿子眼瞅着要毕业了，连个工作都找不到，您看能不能给安排一下？等会儿我找人给你儿子安排去青云集团，保证下周就能入职。太好了，事成之后，好处我一定少不了您的。青云集团，那不是叶一鸣的公司吗？怎么，你也想去青云集团？这样，我给你安排到青云集团当司机，1个月8000块，肯定比干代驾挣得多。叶振明，你这是什么态度？胡总这是抬举你，不然就你干代驾那点钱，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胡总，你这么往青云集团塞关系户，叶一鸣知道吗？叶一鸣，我们董事长的名字是你个破代驾能喊的？哼，我只是好奇，谁给你的勇气这么明目张胆的不按公司章程办事？哎呦喂，各位老同学听听，还章程？我说叶振明，你在大公司上过班吗？你知道像我们这种高层人力人员的工作模式吗？就是给有钱的开车开多了，狗腿子当久了，还真拿自己当人了。在青云集团，我就是老大。好啊，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董事长。喂，叶董事长，快来看看你的员工干的好事吧。演的还真像呢。老叶，你别告诉我，你刚是给叶董事长打的电话。是啊。叶振民，你以为叶一鸣是你儿子呢？打个电话就把人叫过来了？没错，叶一鸣就是我儿子。没错，叶一鸣就是我儿子。我怎么不知道董事长有个当代驾的爹呢？老叶，我看你是穷的脑子坏掉了吧？这种胖子也敢抽，我有必要骗你们吗？叶振民，你倒是挺聪明啊，知道董事长不会来这种地方，有这种算计劲儿，还不如多想想怎么多接几单代驾呢。就是。冒充青云集团员工的人我见多了，冒充董事长的爹还真是第一次见。冒充？你不相信就算了，一鸣马上就到，等他到了，自然见分晓。采薇，你看见了没？他就是个老骗子，你可千万不能听信他的花言巧语。妈，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叶振民，我劝你赶紧的给大家赔礼道歉，今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不然一会儿别怪老同学们不给你面子。那我也劝你，抓紧想想你的董事长来了，怎么解释自己受贿安插关系户的事儿。哎，我说你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典型的穷人仇富心理。老同学帮安排下工作不很正常吗？怎么到你嘴里就上纲上线的？有些人呐，就是活到中年了还是个窝囊废，就见不得自己身边人过得好。妈，叶大哥不是您说的意思。世界500强的公司可没有一个是靠着你们这些勾搭做大做强的。
大家听听，他还知道500强呢。老叶啊，你我人生不在一个维度，观点不一致很正常。这人呢，有钱就有权，钱滚利，利滚权。像你这种穷屌丝，不懂就别瞎逼逼了。胡修平，你有本事就等到一鸣到的时候还如此狂妄。我是青云集团的执行董事，叶一鸣不在，老子就是青云集团的天，我想怎么安排人就怎么安排人，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我。胡修平，你好大的本事！董事长，您怎么来了？听说你收受贿赂，往青云集团安插亲信。听说你是青云集团的天。董事长，您听我解释。明天不要让我在青云集团看见你。董事长，你听我解释。滚一边去！我待会儿商务宴请要喝酒，你把我车开回家去。难不成老爷真的是青云集团董事长的父亲？那我们刚才那么说他不会报复我们吧？哎呦，老爷，你看是我眼拙。这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咱们班成绩最好的，肯定能教育出更优秀的儿子。你看我儿子还能进青云集团吗？放心，只要通过面试，能力足够，当然可以进青云集团。老爷，来喝一个。这上学的时候我就说，你一看长得有福气，这不有这么个董事长儿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等一下，你们都被他骗了，没听见刚才叶董事长说让他开车吗？叶振民，他就是个司机。你想象力还真丰富啊。算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切，搞半天是个破司机，你怎么不早说啊？还有脸喝我敬的酒，真不要脸！吓死我了，差点给他唬过去了。大卫先生，叶先生现在正在咱们酒店的包间里用餐。从我的酒窖里取一瓶最好的酒，给他送过去。我忙完手上这点工作，再亲自过去一趟。各位贵客，我们万豪国际的全球总裁大卫先生得知诸位在这里举办同学聚会，特意送来一瓶珍藏的82年拉菲，希望各位贵客能玩得开心。大卫怎么又自作主张了？那就替我谢谢大卫先生吧。这大卫先生真是太客气了，还特意送酒过来。钟总啊，你还跟大卫先生有合作呢？那可是世界顶级企业的掌门人啊！哎呀，没什么，就是私下关系比较好，没事就一块喝酒聊天的哥们。大卫可完全不认识你，这牛真敢吹。姓叶的，等会儿让你沾沾光，要不是因为钟总，你这辈子也别想见一面大卫先生这种大人物。哎呀，别和他说那么多了，以他的认知，根本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样的存在。这82年的拉菲可是有市无价，喝一瓶少一瓶，前几年一瓶就卖6、7万了，现在怕不是要炒到一瓶10万了。也就是咱们钟总的面子大，不然咱们怎么能喝到这么好的酒？来，开了。不愧是好酒，口感圆润，回味无穷啊！这红酒好坏，无非就是口感、香气、色泽、年份、产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年份了。82年的拉菲是品质最好的年份。叶振民，估计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尝到拉菲吧？机会难得，一定要多喝一点啊！对，等会儿我们把这酒喝完了，瓶子你带回去，拿自来水涮涮，还能再喝一遍呢。叶振民，你可别看不上这空瓶，一个拉菲的瓶子外面也能卖几百块呢，可顶得上你开好几天车呢。不对，这不是82年的拉菲。他妈的，叶振民，我忍你很久了，这可是大卫先生送来的酒，他说这是82年的，就绝不会是83年的。人家什么身份，在乎这一瓶酒，怎么可能用假酒骗我们？我没说这是假酒，但是这酒确实不是82年的。叶振民，既然你说这不是82年的拉菲，那你跟我说说，这究竟是哪一年的？你一个破代驾的，喝过红酒吗？这是拉菲，不是你这种穷屌丝喝的葡萄汁。
想装逼也找个自己懂的装。连拉菲酒瓶子都第一次摸的人，还在这评价起来，真是笑死人了。这瓶酒虽然不是82年的，但作为00年的拉菲，品质也实属上乘了，足以称之为极品了。吹牛吧你！大卫先生说这是82年的，那就是82年的。你说是00年的，那就是在质疑大卫先生。你这是在信口开河。对，大卫先生怎么可能会骗我们？叶振民，你太狂妄了。大卫先生坐拥100亿资产，酒窖都有10几个，有必要骗你吗？叶振民，脸疼不疼啊？不装了吧？来，钟总，我给您倒酒。这顶级好酒啊，得用毛巾垫着倒，不然手的温度会影响到酒的口感。你这是哪个公众号里面学过来的歪理？真正喝酒的人才不注重这些，而且你这么拿，很容易把酒给摔了。听你在这放屁！叶振民，这他妈都怪你！要不是你在这逼逼赖赖的，酒怎么会摔？好啊，你叶振民，我看你怎么死！发生什么事了？王经理，你来的正好，这个臭代驾的把大卫先生送来的酒打碎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酒到底是谁摔的。不过我很好奇，是我摔的怎样？不摔又怎样？好，你承认了是吧？你可别忘了，大卫先生等会儿过来，他可是这万豪国际酒店的全球总裁，得罪了他，你死定了。先不谈这酒到底是不是我摔的，就算是我当着大卫的面摔他的酒，你看他敢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反了天了！经理，你看到了吧？太猖狂了！王经理，这个狗东西摔了大卫先生送的酒，现在我声明他跟我们同学没有任何关系。大卫先生的怒火让他自己承担。我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猖狂的人，简直没有王法。大卫先生想要捏死你一个破代驾，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还敢嘴硬，不知死。这酒我帮他赔，才为你干什么？你们这些人不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对混得不好的同学肆意嘲笑，对混得好的同学阿谀守，变脸也没你们这么快的。我实在待不下去，叶先生，我跟你一起走。万财卫，你可想清楚了，你要是替这个窝囊废出头，你们万家可就废了。不就是一瓶酒吗？我赔了。赔？你拿什么赔？这一瓶酒可是要10万，你一个代驾赔得起吗你？夏虫不可以语冰，我懒得跟你们纠缠。你哪来的这张卡？这是我们万豪集团总裁黑卡，全球只此一张，怎么会在你手里？这是大卫亲手送我的。放屁！大卫总裁怎么可能把这张卡送给一个臭代驾？说是不是你偷的？偷？我还不至于去偷大卫的卡。你还嘴硬！来人，把他的腿给我打断！出了事我担着。反了天了！敢在万豪国际撒野，也不看看这里什么地方！你一个做代驾的狗东西，给我舔鞋底我都嫌脏！愣着干嘛？赶紧的，腿打断，扔出去！你要把谁的腿打断？大卫先生。你要把谁的腿打断？你谁呀你？敢在万豪国际撒野？你疯了吗，周景山？这位就是我们的全球总裁大卫先生。你又是谁？钟景山，你不是说你跟大卫先生很熟吗？大卫先生，他是咱们酒店本地的一个供货商。一个小小的供货商，加上一个采购经理，竟然要把我尊贵的叶先生腿打断，你好大的胆子！什么？叶振民，你竟然认识大卫先生？叶振民，你一个小小的代驾，狗一样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认识大卫先生？还敢大放厥词！来人，取消我们跟这个供货商的所有合作。什么？叶振民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大卫先生替他出头？大卫先生，叶振民只不过是一个代驾而已，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敢。叶先生，看来你也没有必要在这样狗眼看人低的环境里待。大卫，我们走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我证实一下。大卫，你告诉他们，这到底是哪一年的拉菲？我说过，叶先生是我最尊贵的客人，要拿82年的拉威招待他。你竟然私自拿00年的红酒招待他，你被开除了。大卫先生，我在万豪国际兢兢业业工作了10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滚开！老爷，叶哥，爷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真的认识大卫先生。这样，我给你舔鞋底行吗？万豪国际不跟我们合作，我真的会破产的。哦，你刚才可不是这样害的。是我该死，是我有眼无珠。秦爷爷，你就帮我跟大卫先生说说情，千万不要取消合作啊！是我该死，是我有眼无珠。我的秦爷爷，你就帮我跟大卫先生说说情，千万不要取消合作。钟总啊，钟总，是否能跟万豪国际合作，不是我说了算的。如果你的货质量真的不错，万豪国际能随意取消跟你的合作吗？大卫，不好意思在你们酒店闹了这么一通，剩下的你善后吧。各位，今天的宴席共计20万、90万，你们看账谁结一下？大卫先生，这席面是钟总请的，酒是叶振明摔的，为什么要我们出钱？叶先生的那份，我分文不取，你们的账还是要收。叶先生，你不仅认识叶一鸣，还认识万豪国际酒店的全球总裁？是啊，认识。之前在米国的时候，曾经跟他合作过。啊，你还去过米国跟大卫合作呢？啊，对，我在米国给他当过司机，差点说漏嘴。当司机？大卫先生会为了一个曾经的司机换掉一个供应商吗？可能我开车技术太好，大卫想把我挖回去吧。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跟在这种大人物身边，肯定比做代驾赚的钱多吧？我不是说你代驾不好啊。没事儿，我这个人啊，对钱不感兴趣。吹牛！等等，我开玩笑的，你别生气啊。不是，有点不对劲。姓叶的，你的感觉倒是挺对的嘛。狗东西！我说大卫为啥能护着你，原来是给大卫伺候舒服了，还让大卫断了我们的生路。我他妈先废了你！钟景山，凭本事玩不过，就开始出盘外招了是吧？凭本事玩大卫，算是你的本事吗？这些兄弟才是本事。你对付我可以，让采薇走，这事跟他没关系。你想得美，收拾完你，哥几个会好好收拾他的。今天老子要当着你的面玩他！叶先生，我不走。采薇，听话。想走，你们谁也走不了。你们太无耻了！有什么阴招冲我来，别为难一个女孩。别废话了，给我上！女的抓住，男的别弄死就行。想跑，给我追！啊，我的脚！好啊，不是很能跑吗？叶振民，你一个臭代驾，凭什么跟老子斗？今天这个女人，老子玩定了。等老子玩完了，赏给你们几个。区一个万家，就算老子没了大卫集团的订单，也是随便拿捏。钟景山，看来我的话你还是没有记住，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还要装是吧？兄弟们，给我打断他的腿！你放开我！无耻！叶振民，你还挺能打的。来啊，信不信我弄死他？好小子，算你有种！我们走。采薇，还能走吗？好疼！我抱你吧。叶先生，你怎么那么能打？在米国当司机的时候，顺便学了点防身功。哦。啊，疼！叶先生，你太用力了，轻一点啊！你忍一下，很快就不疼了。叶先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别人按过脚呢。放心，我手艺好得很，明天消了肿，脚就不疼了。叶先生，你身上的伤，我来给你揉一揉吧。昨天晚上，他居然真的什么都没有对我做。你醒了？大叔，这些都是你做的吗？嗯。大叔，你真好。
喂，好的，我马上就过去。采薇，我有点急事要回去处理一下，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好吧。叶振民啊，叶振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急匆匆的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儿？昨天袭击你的那帮人，我已经处理了。还有呢？还有件事，当时你在米国的死对头程瑞要回来了。程瑞，叶振民，20年了，我程瑞终于找到你了。这一次，就从你儿子叶一鸣开始下手。一鸣，你要跟程瑞合作吗？不是要跟他合作，而是已经跟他合作了。什么？已经？你不了解程瑞这个人，他这个人阴险狡诈，跟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搞得好像你认识程瑞一样。你不懂商业，我不怪你，看你能不能别对我指指点点。喂，哎，又得给这小子擦屁股。大叔，你到哪儿了？我有几个闺蜜想见你，已经到了。我马上到。采薇，你真的要跟那个大叔在一起吗？虽然他年纪大了点，但是人很好啊。我第一次见他，就是他打跑了好几个流氓呢。见义勇为啊！是啊，他可是个大英雄。哼，要我说，你可别被他骗了，他才不是那种人呢。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他可什么都没干啊！孤男寡女，竟然什么都没干！哎，你说他会不会是？那不行啊！大叔，你来啦！这两位都是我的闺蜜，这位是叶振民。你们好啊！哎，大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能养得起我们采薇吗？哦，我是做代驾的。代驾？你是代驾？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赚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再说了，反正我有钱。喂，杰森，我订的游艇到了，先停到我的港口里吧。剩下的500万尾款，我让秘书打给你。拉倒吧，大叔，你一个代驾还买游艇，笑死人了。就是，你要去海上接单啊？大叔，今天没有外人，你就放松点，他们不会说你什么的。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我看他还不如你妈给你介绍的那些老总呢。你说什么呢？我才不嫁给那些坏东西。行了，那就不提他们了。今天我给你介绍这个，肯定适合你，又有钱又年轻，比这个介绍什么呀？我已经有大叔了。大叔，你业几次啊？能不能满足我们采薇啊？喂，王建国，什么事你说吧。哟，王建国，不会是咱们江城首富王建国吧？听着吧，待会儿指不定还要说借他几十亿呢。借我150亿，没有问题。我在皓月餐厅呢，你过来吧。不好意思啊，刚一个朋友请帮忙，咱们继续聊。大叔，你能不能别演戏啊？我是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钱。采薇，我没有在演戏，我真的。渣男！你干什么？采薇，作为闺蜜，我可要奉劝你一句：远离骗子，幸福终生。是啊，采薇，这大叔真的越看越不像好人。哎呀，你俩别再说了，大叔就是看你俩在，顾及面子才撒谎的。大叔，听见了吗？到现在我们家采薇还帮你找补呢。是啊，代驾就代驾，没钱就没钱，瞎骗什么呀？搞得跟我们都是拜金女似的。我骗什么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采薇根本也不是在乎金钱的女人。大叔，我是不在乎你是否有钱，但我在乎你对我是否足够坦诚。我对你很坦诚了。采薇，150亿啊，真把我们当3岁小孩骗呢。没想到现在一个代驾就有150亿。大叔，你说的不会是欢乐币吧？掉头，3分钟之内赶到皓月餐厅。叶先生答应借我钱了，我们集团有救了。采薇，我真的觉得这大叔不仅脑子有问题，更严重的是人品有问题。你可别被他的伪装骗到了。哎，我说你俩在这一唱一和的过分了吧？我和采薇的关系还轮不到你俩平等。大叔，你不要因为我闺蜜在就这么逞强撒谎。我看上的是你的人，不在乎你有没有钱的。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我这里还有客人，咱们下次再聊。这不会真的是咱们江城首富王建国吧？大叔，江城首富怎么会来找你借钱啊？我们之前关系还蛮好的，刚才来那个人头发都白了，我之前见过王建国，他根本就没有白头发。大叔，
这个人是你找来的演员吧？吓死我了，我以为我眼睛花了。首付管代驾借钱？哈哈，没关系，今天只要你们和采薇开心就行。你们喝点什么？我请客。喂，大叔，这里消费可不低，你刚借出去150个亿，身上还有钱吗？大叔，没事，你钱不够的话，我这里有。没事，我有钱的。一人先来一杯顶级特调吧，小家子气。没听大叔说他带的钱够吗？上最贵的红酒，一人1瓶。大叔，这几瓶红酒你做代驾半年都不一定能赚回来，可千万别心疼钱哦。先生，您喝点什么？我要一杯温水就可以。您说什么？我说我要一杯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可没有不要钱的水。服务员看见大叔这打扮，害怕他蹭不要钱的水喝呢。大叔，我说真的，你要是兜里没点实力，真的就别出来泡妞了。点个不要钱的水，是不是想跟我们 AA 啊？没有，我只是今天不太想喝酒而已。没钱就是没钱，打肿脸充胖子的废物装什么啊？常小雨，你们太过分了！我又不在乎他有钱没钱，反正我有钱。大叔，我们几个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你别介意，要不你陪着我们喝点吧？看在采薇的面子上，今天咱们就喝点。服务员，我记得在这里还存的有2瓶罗曼尼康黛，去帮我取过来吧。什么？罗曼尼康帝？大叔，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罗曼尼康帝可是要接近15万一瓶呢，你一个臭代驾还敢点这种酒？大叔，采薇，一个满口大话的人，不值得你替他说话。先生，我刚才去仓库里看了，没有你说的罗曼尼康帝。什么？不光是没有啊，我们餐厅从来就没卖过罗曼尼康道。我们餐厅从来就没卖过罗曼尼康帝，不可能！大叔，你是真勇啊！当着我们的面扯这种一眼就能拆穿的谎，大叔，你再这样我就真的生气了。采薇，这就是你说的他很老实啊？就是，我看他啊，不光是那里有问题，脑子也有点问题。把查理叫过来，他知道我存的罗曼尼康帝放在哪里。还首席调酒师？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们的首席调酒师啊？吹牛都不打草稿。我冲着采薇的面子拿的酒，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采薇，你看他真是死不悔改。采薇，你信我吗？等会儿查理来了不就知道了。我们首席调酒师查理不在，但他之前交代过，要是有贵宾来取罗曼尼康店，就把这个贵宾专用的箱子带过来。哟，这贵族专用的箱子还要密码啊？大叔，你一会儿不会该说你把密码忘记了吧？密码错误。哎，密码是什么来着？你看，装不下去了吧？这可是6位数的密码锁，想蒙出来密码难于登天啊！密码错误。还有，他要是真能把这个箱子打开，我直接一口气吹1瓶红酒。你们别说了，大叔，你不要再硬撑了。如果你现在道歉的话，我还愿意原谅你。竟然真的打开了！不好意思，久等了，密码太多了，差点没想起来。你们看，箱子打开了，我早就说了，大叔不是骗子，能打开又怎样？那也不能证明这酒就是他的呀。就是，说不定是他做代驾的时候听到顾客说在这里存的有酒，偷偷记住人家的密码了呢。你们怎么这样啊？大叔已经证明自己了，你们怎么还咄咄逼人呢？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没事，采薇，他们想污蔑我，怎么样都有话说。毕竟是你的闺蜜，算了算了。叶总，程瑞已经开始调集资金，准备狙击您儿子的青云集团了，需要高盛资本帮忙解围吗？不用，也该让叶一鸣那个臭小子长长教训了。您确定吗？据说程瑞这次可是调集了接近3000亿资金，我觉得他是想一口把青云集吃掉。没关系，这顿打挨得痛一点，叶一鸣那孩子才能知道商场如战场。有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哟，还商场如战场？你们这种老男人啊，总是满嘴爹味，爱说教别人。你说的叶一鸣不会是青云集团董事长吧？是啊，他是我儿子。你一个臭代驾居然敢说自己是青云集团董事长的爹！哎，正好正好，王凯是青云集团的副总，老东西，看你这次死不死？臭代驾，你要是识相的话，现在就赶紧滚吧，省得等会儿被拆穿了，面子上过不去。大叔，你能不能别开玩笑了？上次吃饭你就说你是叶一鸣的父亲，这次可没人帮你。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他亲爹，还不能说了？我怎么不知道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有个当代驾的爹呢？我怎么不知道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有个当代驾的爹呢？哎，来得正好，这位是青云集团的副总王凯。哎，凯哥，您快看看，这位可是青云集团太上皇啊！老东西，你这算不算是自取其辱啊？你干什么？大叔，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你没钱我不在乎，你年龄大我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能对我坦诚相待。现在你这样当众说谎被拆穿，真的很丢脸。我已经很坦诚了呀。
坦诚就是冒充青云集团董卿自己的层次吗？人家叶董事长什么身份，冒充人家的父亲，太不要脸了。采薇啊，这个老东西真的配不上你，我觉得王凯就很适合你嘛，年纪轻轻就成了青云集团的副总，又帅又有钱，哪点比不上这个老东西了？就是采薇，图他年纪大还是图他不洗澡啊？大叔，就赶紧给大家伙道个歉，说清楚事实真相。我说我是叶一鸣的爸，这就是事实啊！哈哈哈哈！采薇，你跟这种又老又废的软刀在一起干嘛？跟着我，青云集团的单子都给你们万家做，到时候你们万家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青云集团有你这样假公济私的东西，离死不远了。哈哈哈哈！我假公营私，哈哈哈哈！就凭老子给青云集团拉了整整100亿的投资，我就是他的衣食父母，让他跟我叫声爹都不过分。年轻人，你说这董事长知道吗？知道又怎样？当着他的面我也敢这么说。大哥，你别理他，快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拿下的100亿的投资。听说过华人股神程瑞吗？听过。上个月我亲自跑了几趟米国，天天在程瑞家门口蹲点。程先生被我的真诚感动了，给了我5分钟时间。我靠着这5分钟，把程瑞忽悠得五迷三道，亲自飞来华国，跟我们董事长签了整整100亿的合同。敢和程瑞那种毫无底线的奸商合作，看来叶一鸣的青云集团真的要完蛋了。你一个臭代驾，知道我们青云集团在华国有多牛逼吗？竟然敢说我们青云集团要完蛋了！就是，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青云集团再牛又怎么样？他叶一鸣在我面前永远都是个孩子。我的天啊，都什么时候了，这老东西竟然还敢冒充叶董事长的父亲！算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他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冒充吗？因为他知道我们叶董事长这种层次的人根本不会搭理他。你开着豪车在路上的时候，会搭理旁边一条冲你狂叫的野狗吗？凯哥，你说的太对了，叶振明他在我们眼里就是一条路边的野狗。亚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采薇，别激动。一鸣，我在皓月餐厅呢。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吗？在这等着我马上到。孩子还是这样毛毛躁躁的。行了，一鸣说他马上到，我到底是不是他爸？等会儿就见分晓。哈哈哈哈！还装呢？你知道个屁呀！我们董事长今天晚上正在和华人股神开庆功宴呢，怎么可能会过来？凯哥别搭理他了，就当他是条狗罢了。我看啊，是他知道采薇已经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索性破罐子破摔罢了。采薇，你现在还对他这种人抱有期待吗？大叔，你真的就要等着被人拆穿吗？他们不信我也就算了，你也不相信我吗？你这样让我怎么信你？那咱们今天就在这里等着，看看叶一鸣到底会不会来。好，如果今天叶总来了，我王凯立刻从青云集团滚蛋。凯哥，你玩这么大的吗？我身为副总，董事长的行程都是我在安排，我要是连这点底气都没有，也别在青云集团混了。好，老东西，要是今天董事长没来怎么办？没来你就自己识相点，离开万采薇。我不会拿我跟采薇的关系做赌注。老东西，你要是不敢赌，现在就从我裤裆底下爬出去，我就考虑放过你。爬过去！老东西，凯哥让你爬过去，你没听见吗？施亚宁，你干什么？你再这样，我要跟你绝交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爬出去？臭代驾的，还敢还手了！来人，给我打！青云集团办事，闲杂人等离场。董事长，你怎么来了？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叶董事长怎么真的来了？难不成叶振明真的是叶一鸣的父亲？为什么不能？他就是我爸。怎么了？上市集团董事长的父亲去做代驾，这是什么怪癖啊？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如果真的是董事长的父亲，怎么可能去做代驾？我爸是做什么的？需要跟你报备一下吗？对不起，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您是叶董事长的父亲，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放过你？回去再收拾你。叶先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不起。采薇啊，你这是不声不响找了个大财主啊！老叶总，今儿个你一来，我就觉得你跟采薇特别合适。采薇能找到你这种男朋友，真是他们万家祖上积了德啊！刚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大叔，他们也不是故意说你的，只是不清楚你的身份而已。像这么趋炎附势、前居后冠的人，以后还是不要做闺蜜了。采薇，我们之前真的不知道叶振明的身份，我们也是对你好啊。我们要是早知道叶振明的身份，怎么会这么说啊？你们刚才也确实太过分了，快给大叔道歉。行了，爸，我真的想不明白，你老老实实在家当个有钱老头不行吗？想找小姑娘我又不拦你，就非要出来抛头露面。我想干什么，还需要你来过问吗？行，我不求你帮上我什么忙，你能不能别给我惹事儿？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吗？就因为你，万豪国际的总裁大卫要跟我解约，你知道我要损失多少钱吗？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吗？就因为你，万豪国际要跟我解约，你知道我要损失多少钱吗？大卫跟你解约的消息为什么会传出去？你公开大闹万豪国际，得罪了大卫，大卫知道你是我爸，大怒之下取消了跟青云集团的合作，这事都传遍了。我得罪大卫，
你去问问大卫，被我得罪是不是他的荣幸？你还想蒙我？我都知道了。同学会那天我走之后，大卫给钟举山送酒，结果你把大卫的酒摔了，大卫大怒，还因为你千云集团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那天你走之后，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所以你就接受了程瑞那个奸商的投资？我不找程瑞怎么办？青云集团股价大跌，如果不是程瑞危急关头注资我们青云，失去资本和祖民的信任的青云集团，起码要亏损几十亿，你懂吗？一鸣，原来我觉得你不依靠他人的力量能做到一个上市集团的董事长，起码是有手段和战略眼光的。现在看来，你还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你凭什么说我？区区一个虚无缥缈的合作取消，就会重创你的公司，卖掉公司的绝对掌控权，证明你目光短浅，跟他人合作前连基本的背景调查都不做。程瑞是什么人？导致政府破产，几千万人你流离失所。你跟这种没有底线的人合作，迟早被人吃干抹净。你一个代驾，你懂什么商业？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对？一鸣，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一个代驾，你懂什么商业？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对？儿子啊，儿子，我之前只觉得你年轻，商业策略激进，没想到你连起码的尊重他人都做不到。我哪里说错了？我只尊重比我强的人，起码我不跟你一样只知道泡小姑娘。只有比你强的人才有资格教训你吗？对，你是我爸也不行。什么？程瑞反水了？是的，万豪国际跟咱们解约之后，程瑞放出消息，调集了3000亿资金，要在下个月狙击整个新能源市场大盘，已经引起了大盘震荡，很多公司已经跌停了，还没动手就已经引起震荡，真的狙击的话，会毁了整个行业，青云集团也必将毁于一半。一鸣，我警告过你的。可是程瑞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明明刚刚投了100亿在青云集团，如果青云集团破产，他这100亿不就打水漂了吗？区区100亿，你觉得程瑞会在乎吗？他图谋的可是整个华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我明白了。青云集团在程瑞眼里连块肉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鱼饵，他是在做空整个大盘，青云集团要完了。这么大公司的老板，原来还是一个小孩子，遇到点挫折就六神无主，像什么样子？爸，你行了，不管你怎么闹，当老子总归得给儿子擦屁股。爸，这个烂摊子你真的帮不上忙，除非现在立刻有几千亿的资金入场救市，不然真的翻不了盘。高盛资本够不够救你？高盛资本现金储备几千亿的顶级基金，那可是大盛银行最大的私募资金，当然可以，但是人家凭什么来救我？就凭我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喂，庆玲，过来吧。恭迎董事长！恭迎董事长！什么？你就是高盛资本董事长？恭迎董事长！恭迎董事长！青玲，这些年苦了你了，一个人在国外打拼。董事长，青玲的命是您救的，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这可是高盛资本的执行。高盛资本，那可是世界顶级财团，旗下资产数万亿，动动手指，全世界都得抖一抖。这种顶级财团的执行董事，叫这个臭代家的董事长，你疯了吗？还敢叫他臭代家的？想死别带上我们！明哥，你到底是什么人？爸，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隐藏身份？如果我不隐藏身份，你可能都活不到这么大。我们的敌人可远远不止一个程瑞。当今世上有5大影视家族，每个都想置我于死地。那你现在怎么又暴露身份了？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负我的儿子吗？你们都记住，不要对外泄露我的身份。秦玲，在。开始吧，这次我要一举击溃程瑞。是。老董事长，青云集团到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青云集团呢。我去停车。好的。站住！没带工牌的不能进。小伙子，我是你们董事长叶一鸣的父亲，没有工牌，今天是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的。我不管你是谁，没带工牌，就是我爹也不能进。住手！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可是青云集团董事长的父亲，惹怒了他，10条命也不够你赔的，还不赶紧滚！是，王副总，这个小兄弟也是在正常工作，我没有按规定带工牌，他不让我进是正常的。你为什么打他耳光？是，老董事长教训的是，咱们进去吧。你工牌呢？
董事长，我是咱青云集团的副总，他们保安都认识我，不用带工牌了吧？不遵守公司规定，还随便动手打人，欺下瞒上这一套，你玩得很熟练啊！对不起，老董事长，我错了。小兄弟，去给他一耳光。是。叶一鸣，你究竟干了什么好事，招惹了程瑞这尊大佛？程瑞当年可是联合4家基金，超过1万亿资产，合力追击过一个国家。也就是从那年开始，程瑞一战成名，号称华人股神。你跟他到底有什么过节？叶一鸣，我不管你怎么得罪程瑞了，他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你引咎辞职，他就放过青云集团。你赶紧辞职，不然我们都得一块陪着去天台。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如果不是叶一鸣，青云集团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规模。要我离开青云，不可能。程瑞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现在还没有收割，他怎么可能会因为我辞职了就收手？青云集团是我的心血，我不允许他来染指。哼，不允许他染指？你可别忘了，是你亲手把股份卖给程瑞的，现在他是除了你之外的第2大股东。你是什么人？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一鸣的父亲，叶振明。董事长的父亲怎么了？这里是董事会，你不是公司董事，不能参会。我现在还是公司董事长，我允许我父亲参会，协助我处理公司事务。叶一鸣，你自己马上就要自身难保了，你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的？叶一鸣，赶紧带着你爹滚出会场！你，一鸣，看来你的青云集团可有不少人收了程瑞的好处啊！你凭什么说我们收了程瑞的好处？让我猜猜，他是承诺用高价收购你们的股份，让你们能够全身而退是吧？哼，程瑞的小手段我还能不清楚吗？赶紧给我滚出去！你算什么东西？他是我的对手，只有我有资格让他滚出去。你算什么东西？他是我的对手，只有我有资格让他滚出去。程先生啊，不，程董事，您坐，您坐。金董事，你良禽择木而栖，叶一鸣，你马上就要没戏唱了，我自然要跟着众董事一起。程瑞，你好大的威风啊！叶振明啊，叶振明，你终于沉不住气露面了。众董事，您认识他？确实认识，而且关系匪浅。程先生，您能不能看在董事长父亲的面子上，放过青云集团啊？行啊，你如果能让叶振明跪在我面前，承认我比他更强，我就放过你们。程瑞，你就这么想证明你比我强？看来你还是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啊。没错，时间已经证明了我才是对的。哦，从哪儿看出来的？呵呵，这还不简单吗？我现在身家100亿，随随便便就可以调动1000亿资金，捏死你的青云集团，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还妄图靠着青云集团翻身，想得美！首先，青云集团不是我的；其次，你就这么确信你能捏死青云集团？当然，现在我和金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我不同意。我和叶董事长手里一共掌控着青云集团46%的股份，加上王副总手里的5%，共计51%，依旧掌控着公司的控股权。哼，哦，是吗？那咱们来举手表决吧，同意罢免叶董事长的，举手。王副总，你的意思呢？
我同意。同意罢免叶董事长的举手。王副总，你的意思呢？我同意。什么？叶一鸣，没想到吧？王副总居然是我的人。王凯，你这个叛徒！我不是叛徒，这都是你自作自受。青云集团初创时我就在这里，现在你倒是功成名就了，可我呢？我不过是想要钱而已，我有什么错？我不是给了你5%的股份吗？5%？让我跪在你爹面前打自己的脸，你觉得够吗？这份耻辱，我一定会100倍还给你。叶振民，你还有什么戏唱？现在是我拿到了公司的最大控股权，我说谁是董事长，谁就是董事长。现在我宣布，正式废除叶一鸣董事长职务。哼，真是一出好戏啊，程瑞，我得谢谢你，给青云集团找出这么多心怀鬼胎的人。你这个老东西，还装什么蒜？叶振明，你已经输了。乖乖的给我磕个头，我可以考虑考虑在青云集团给你安排个司机的工作。你凭什么认为你已经赢了？现在的局势还不明朗吗？你已经没有办法翻身了。你号称华人股神，难道不知道股市上的散户也是有投票权的吗？你什么意思？你是什么人？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盛资本的执行公事青林。高盛资本，程瑞，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一听到高盛资本就怕了？高盛资本，那不是大盛银行最大的私募基金吗？难不成高盛资本也要入成我们青云集团？是的，我已经收购了青云集团流动在散户手里的股票，总计10%，所以目前高盛资本也成为了青云集团的股东之一。你们高盛资本不是一向只在金融业折腾吗？怎么想到来做新能源汽车的盘子了？这点我无需与你多言。我现在也是公司股东之一，你们召开股东大会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刚刚收购的股份，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你入场了？这是你没有理清股东大会的规定，所以刚才罢免叶一鸣董事长职务的提议，我不同意。爸，公司保住了。好一个高盛资本，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你们别忘了，我外面还有3000亿的资金在狙击整个大盘，最后一定是我赢。下次我看还有没有高盛资本帮你，是吗？欢迎你来狙击大盘，我等着你。我告诉你，股市不是你们能玩得转的，股市玩的是信心，股民们的信心。我是华人股神，我说哪只股票会涨，股民必然跟投，这只股票就一定会涨。我说哪只股票会跌，股民做空，它就一定会跌。这盘棋我赢定了。程先生，您之前承诺我们的高价收购我们手里的股份，滚开！我说收购你们的股份是在我拿到青云集团控制权之后，没拿到控制权，你们手里的股份就是一张废纸。
程先生，您这不是过河拆桥吗？我们已经跟叶一鸣撕破脸了，您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啊！哼，我就是过河拆桥了，你们能拿我怎么着？叶振民，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高盛资本帮忙，这次就先放过你。我们走。我让你走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交出那20%的股份。不可能！刚才忘了介绍，这几位是我们高盛资本的职业审计，他们将会彻底清查青云集团的账务，包括程先生在收购股份前恶意泄露万豪国际与青云集团商业机密的行为，以及王凯副总私下泄露公司机密、收取贿赂的行为。如果找到证据，将会移交给检察机关。你太好了，程瑞，你没戏唱了吧？姓叶的算你狠，合同呢？叶振民，老子花了100亿收购的股权，你竟然想只用50亿收回去？你别忘了，这几天你疯狂打压青云集团股价，这些股权现在就只值这些钱。行，叶振民，这次算我认栽了。不过你别忘了，即使我从青云集团出局，整个新能源行业的大盘也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我迟早还是要捏死你。不送。程先生，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啊？站住！叶董事长，我们几个人在青云集团里也出钱出力，您就放过我们吧。我可以放过你们，还是老叶总您心善啊。就是，我们只是一时被程瑞蛊惑，其实我们的心还是向着您儿子的。没错没错，别急，我只是说放过你们，但是股份同样得交出来。这程瑞都已经灰溜溜的从青云集团滚蛋了，你们不会觉得自己比程瑞强吧？程先生，难道我们这次就认栽了吗？认栽？老子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通知下去，明天召开记者会，全力嘴击整个大盘。爸，青云集团保住了。这会儿不说，你爹就是个代驾了。哪有啊，爸，我一直觉得你睿智沉稳，有大将之风。老叶总，还得是您出手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的危机。哼哼，臭小子，别高兴得太早。程瑞还是掌控着局势的主动权。叶先生，程瑞还没有发现您的身份，他以为我只是跟您有交情而已。爸，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当然是要彻底解决程瑞。通知戴卫，调集资金，准备开始围剿程瑞的蒲亭投资。是。各位江城的商业精英和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瑞。这次召开发布会，是想向大家通知一个坏消息，我从青云集团正式撤资。这次投资是我个人少有的失利。请问程先生，您为什么要从青云集团撤资呢？我受到了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的打压，具体内情我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青云集团已经烂掉了，我要报复青云集团。程先生，您作为华人股神，您这番言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您确定要对这些话负责吗？我为我说的话负责。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
我会用普婷投资300亿的资金量，撬动10倍杠杆，累计3000亿的资金，全力狙击青云集团。全力追击青云集团，公然操纵舆论，程立这是疯了吗？他这是要彻底跟青云集团鱼死网破了。咱们确实是用50亿收购了他100亿的股份，他赔了50亿，当然要找人告状了。爸，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他这招一出，青云集团的股价一定会大跌的。一鸣，冷静，冷静是商人最强的武器。我怎么冷静啊，爸？他这招一出，咱们根本还不了嘴啊！如果我没有后招，怎么可能会轻易对程瑞动手？您还有后招？大卫先生，你来了，大卫。叶先生，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普婷投资旗下项目的丑闻了。您说的果然没错，程瑞手下的那些脏事还真的不少。大卫先生，你居然也是我爸的朋友吗？我怎么敢自称是叶先生朋友？叶先生应该算是我的恩师了。爸，你既然跟大卫先生关系这么好，他之前怎么会取消跟我的合作呢？臭小子，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以为大卫会看得上你一个小小的青云集团？我不想大卫因为我强行跟你合作，这样只会害了你。一鸣，叶先生也是一片好心，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我相信你应该懂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了。叶先生，接下来您准备怎么做？走吧，咱们去程瑞的发布会转一圈。程先生，您公然做空新能源市场大盘，如果得手，全行业都将会重创，您会毁了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这就是商场弱肉强食罢了，我很遗憾。程瑞，你要搞垮整整一个行业，只让你自己一个人收割，你也太卑鄙了。商场如战场，朋友们，高尚只能刻在墓碑上。这盘棋我一定会想赢。问过我了吗？啊，他是当年在美国叱咤风云的叶振民，旁边那位是万豪国际的全球总裁大卫先生。叶振民，你还敢来？我为什么不敢来？我要狙击大盘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看看你们青云集团的股票一跌再跌，你还不赶紧回家收拾干净等死？程瑞啊程瑞，上一次我把你打到破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又回到了这个位置，我以为你多少有点长进，没想到还是一个蠢货。你凭什么说我？如果不是20年前你不肯臣服于5大影视家族，我们早就站在世界顶点了。激进的商业策略，我只是不愿意给外国人当狗罢了，只是暂时的服软而已，迟早还能站起来。我这个人骨头硬，跪不下去。但是时间已经证明了我是对的，现在我是华人股神，就算有高尚资本给你撑腰，你也就是个垃圾。程瑞，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跳梁小丑，现在我让你看看谁才是垃圾。5，什么意思？4、3、2、1。涨了涨了，青云集团的股票开始上涨了。什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明明调集了3000亿资金，全力狙击青云集团，股价怎么可能会涨上来的？程先生，高盛资本宣布强势入群护盘，同样拿出了3000亿与我们对抗。叶振民，你居然能说服高盛资本给你拿出来3000亿跟我对抗？高盛资本那不是大山银行最大的私募基金吗？难不成高盛资本要跟程瑞的普婷投资对上了？高盛资本跟普婷投资都是市值1000亿的大资本，他们两家要是杠上了，可真的要变天了。又是你们！高盛资本是想跟我鱼死网破吗？程瑞，你可别忘了，你的3000亿是靠着10倍杠杆得来的，如果跌幅超过10%，就会被强制盘空，就算是鱼死网破，也是你们先死。青灵，你跟叶振民有交情，帮他收购青云集团股份可以，但是为了帮这个废物，要跟我的普婷投资对上，你疯了吗？瑞，你还真是个蠢货。叶先生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你说我为什么帮他？董事长？高盛资本背后的神秘董事长，居然是咱们华夏人！大新闻啊，快写稿子，他可是隐瞒了20年身份。叶振民，你居然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一直暗中通过青灵操控高盛资本的运作，对不对？你终于猜出来了。你们高盛资本也就是1000亿级的低量，想要干掉我的普婷投资，怕不是要崩掉你一嘴牙。那如果加上万豪国际呢？大卫，别说我瞧不起你，万豪国际算个什么东西，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你，大卫，放心。还用不着你出手，青灵，接着出手。10分钟之内，我要普婷投资灰飞烟灭。想覆灭我的普婷投资，别说高盛资本只有1000亿级，就是万亿级，恐怕也不敢放言在10分钟之内烧掉我3000亿。叶振民，你太狂妄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有一家高盛资本吗？
程先生，我们普婷投资旗下多个项目被爆出丑闻，咱们私下跟他们的秘密交易都被媒体曝光，加上您这次狙击动用了大笔资金，我们的现金流开始萎缩了。给我查是谁在对我们出手！不用查了，是我做的。程瑞，你输定了。输定了？你靠着这些丑闻，最多只能让我赔点钱，根本不可能打倒我。你以为我仅仅只是收集了你的黑料吗？难道你还有后招？如果仅仅只是一些黑料，我又怎么敢号称要10分钟之内毁掉你的普婷投资？王凯，进来吧。王凯，我给你那么多好处，你居然背叛我！不好意思啊，程先生，我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当然谁给我的钱多，我帮谁。王凯，你当时不是说跪在我爸面前打自己耳朵是耻辱？耻辱？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面子、自尊，在足够的价格面前都是可以谈的嘛。一鸣，记着，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来说，你只需保证自己是最强的，他就会比谁都忠诚。老叶总，您看人真准。是，这彭越的账单和机密文件，这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啊。秦凌，还有2分钟，继续全力打压普婷投资。叶振明，你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按死我吗？大不了就是赔个几百亿，老子赔得起。我们走。程瑞，你涉嫌多起商业机密泄露、限制人身自首等案件，不正当获利金额巨大，立刻跟我回去接受调查。这里是证据。叶振明，跟我玩阴的是吧？这是你自作自受。但愿普婷投资能坚持到你出来。什么？普婷投资股价大跌？高盛资本、达瑞尔控股、嘉龙投资、西可资本等7家顶级财团联合围攻普婷投资。普婷投资真的资不抵债了，多家公司宣布与普婷投资解除合作，普婷投资这次彻底完了。王八蛋，你敢！时间到了，程瑞，你完了！叶振明，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华绮罗，赶紧发动那个计划。是。青云集团必须给我们退钱，对，退钱。华人股神程瑞说，青云集团烂透了，说不定明天他们就卷钱跑路了。退钱，退钱，退钱！各位股东朋友，程瑞的普婷投资已经破产倒闭。他的话你们也信？关于股份，我们肯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说的好听，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报复程瑞，搞垮了他们的普婷投资，我们才不给你们这种黑心公司投钱的。对，不给我们退钱，我们就不走了。打倒黑心商人叶一鸣！各位股民朋友，你们手里都有多少钱的股份？我按照你们的买入价，一分不少的赔给你。行，必须都赔偿我们，最少50%。我买了青云集团整整200万的股票，必须赔偿我300万。你们这不合规矩啊！不合规矩，对付你们这种黑心公司，不能讲规矩。给我打！不能打！坏了！青云集团发生一起集体斗殴事件，几位情绪激动的股民试图冲入青云集团大楼，遭到青云集团保安殴打。事件发生后，青云集团股价应声大跌。专家分析，程瑞太卑鄙了，这一定是他留下的后手，抹黑青云集团。那2个保安也被收买了。我早有打算。江城城东高新区那边有块地皮要出手，我们要去竞标，只有买下这块地，我们才能扳回局面。你是想通过地皮绑定青云集团的股票，从而稳住形势？没错，这次这块地皮我势在必得。可是这块地皮非常热门，恐怕不好拿下呀。不好拿下也要拿下。青灵，准备好资金，我们得大干一场了。是。华绮罗，我被督察抓到，你是怎么把我救出来的？程瑞，你未免也太废物了！你这次的失利让我非常失望。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叫花绮罗·罗斯柴尔德。什么？你居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插到我身边的人！蠢货，废话少说。我只是一步没想到而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必然把叶振明给踩死。你是想通过地皮绑定青云集团的股票，从而稳住形势？没错，这次这块地皮我势在必得。花绮罗，你从哪儿弄来的录音？废物，我无需与你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后给你500亿的资金支持，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还不能干掉叶振，你应该知道后果。
程瑞，没想到吧，叶正明，老子出来了。摩根控股，你又是去给哪个白人主子当狗去了？哼，就算是狗，也比你这种丧家之犬强多了。叶先生，摩根控股好像是5大影视世家之一，罗斯柴尔家族旗下的产业。知道了。全体肃静，城主到。城主，您来了。陈先生，你好，你好。大名鼎鼎的华人股神程瑞能来投资江城，我们非常开心啊！希望咱们今天能达成合作吧。诸位都是咱们国内的实力企业，计划书我也都看了，咱们闲话就少说，开始进行佣拍环节吧。1874号地块起价130亿，价高者得。河湾之业135亿，我大恒集团出140亿。叶振民，你不出价吗？我还不急，等价格慢慢喊上来。哈哈哈哈，恐怕你的如意算盘要打空了。抱歉了，各位，我普廷投资出180亿。程先生，这块地的商业价值也就是在180到200亿左右，你直接出180亿，你是不想赚钱了吧？赚钱？哈哈，我程瑞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我愿意出180亿，自然有我的道理。叶振民，如果你不出价，这块地可就归我了。185亿，185亿零1000万，190亿。董事长，你别被情绪冲昏头脑啊！没事，我有把握。你有把握？哈哈哈哈哈！190亿零1000万，叶振民，这个价格你跟不跟？看来程瑞跟青云集团杠上了，看样子是。叶振民，别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不就是想用这块地续命吗？不管花多少钱都得咬着牙吃下。今天你想少花钱，不可能。董事长想什么？你怎么会知道的？难不成有内鬼？195亿，5亿的家，叶振民，你未免也太小气了。300亿！啊！叶振民，这个价格你不出价，青云集团破产；你出价，照样是半死不活。哈哈哈哈哈！你想好了吗？程主，我要求验资。我早就料到了，叶振民，你看好了，这可是大盛银行限量发行的黑金卡，想验资验去吧。这还验什么？黑金卡卡内至少有500亿，大家都知道。不愧是华人股神，程先生的财力相当雄厚啊！叶振明，你还有什么话说？程瑞，看来前面赔掉的3000亿还是不够你长记性啊！王八蛋，你还敢给我提那3000亿？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让你吃饱了苦头吧？没关系，只要毁掉你，一切都值得。果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狗东西，你套我的话！城主，既然我验了资，我同样要求验叶振明的资。巧了，我也有一张黑金卡。居然真的是黑金卡！没想到一个江城居然能同时出现2张黑金卡，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好了，印资结束，继续出价。310亿，500亿。叶振民，实话告诉我，罗斯柴尔德家族只给了我这500亿用来打压你，现在老子把一切都压上来了，我今天就要毁了你，毁了你！200亿的地皮你不买下来，你青云集团必死无疑，敢吃下来就要你半条命。今天这300亿的亏，你不吃也得吃。程瑞，彻底疯了！200亿的地皮喊到500亿，天啊！这些顶级财团真的是太疯狂了。叶振民，赶紧出价吧，不放弃。什么？董事长，你怎么又不要这块地了？城主，宣布结果吧。那么，我宣布，江城高新区187号地块归摩根控股所有。不可能！叶振民，你不可能不要这块地，没了它，你根本没办法把青云集团救回来。你怎么可能不要这块地？快出价，快出价啊！肃静！这是什么地方？不容你们撒野！闭嘴！程瑞，你以为我不知道青云集团的会议室里面有窃听器吗？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有窃听器？你的秘书上次去青云集团的时候磨磨蹭蹭，真当我的眼睛是宝石吗？所以你是故意在那个会议室里跟戴伟交代计划？没错。王八蛋，你是故意在坑我！坑你？是我逼着你出价的吗？是我让你来破坏我的计划的吗？城主，我要求取消这次拍卖结果。为什么？他叶振民没资格参与这次拍卖，他本人不是青云集团股东，也没有董事长明确的委托书。这次拍卖的程序根本就不正当，是他违规在先，不能怪我。现在我正式要求取消这次拍卖结果，择日重新拍卖。程瑞，你好大的胆子，敢在城主面前撒野！没错，
这次拍卖结果我不认，500亿我不可能出。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块地还是得归你。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块地还是得归你。凭什么？就凭我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高盛资本持有青云集团10%的股份，所以我作为青云集团的代表出席拍卖是合理合规的。陈瑞，短短半个月，总共赔了900亿，就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恐怕也得肉疼一下吧？你准备好迎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怒火了吗？城主大人，咱们择日重新拍卖吧，我不能赔掉这500亿呀！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真当我江城无人了吗？城主大人，求求您啊！亏了这500亿，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放过我的。你刚才喊价的时候不是很猖狂吗？结果我已经宣布过了，按时转让。胆敢毁约，你背后的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诸位且慢，诸位且慢，我懂了。叶振明，你明面上是来买这块地的，实际上这块地根本就不重要，你是来见他们几个行业巨头的。你终于想通了，可惜晚了。几位董事长，我们借一步说话。叶先生，您叫我们几位来是有什么吩咐啊？各位都是国内地产界的领头羊，我想跟各位谈笔生意。请问叶先生有什么指教？目前境外势力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虎视眈眈，妄图毁掉我国的产业。各位近期应该都看到新闻了。没错，我们深感痛心啊！如果整个大盘毁灭，难免会造成震荡。毫不客气地说，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叶先生，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吗？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拉升股民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信心。如果与房地产业联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份信心拉回来。好手段啊，叶董事长！各位现在都知道了，我的另一个身份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执行过程当中，高盛资本会提供背书，各位不用担心会有损失，相反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有钱大家赚，叶董事长格局真大。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万和国际愿意与青云集团建立合作，高荣地产愿意与青云集团建立合作，大恒置业愿意与青云集团建立合作。喂，叶先生，你儿子和你女人在我手上。万小姐，能跟我讲讲你跟我爸是怎么认识的吗？不用这么客气，你叫我采薇就好了。咱们好像还没有那么亲密吧？想当我的后妈，你得过我这一关。我跟明哥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处心积虑接近我爸，不就是想当我后妈吗？我爸年纪大，没见过你们这帮捞女的手段，我可是一清二楚。说吧，要多少钱你才肯离开我爸？我没那个意思，我是真心喜欢明哥的。胃口倒是不小。小心！你找死啊！站大马路上干啥？你干什么？一鸣！明哥，快接电话啊！小薇，叶振民，你儿子和你女人在我手上。喂，你是谁？喂，怎么了？
坏了，采薇和一鸣可能被人绑架了。什么？要报警吗？不行，不能报警。一旦报警，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撕票。程瑞已经彻底完蛋了，还有谁会替他卖命呢？一定是程瑞挑拨罗斯柴尔德家族干的。走，去找程瑞。程瑞呢？叶先生，请坐吧。程瑞已经死了。死了？你在等我？没错，叶先生。喝口茶，休息一下吧。没心情跟你打马虎眼。告诉我，一鸣和万启威在哪儿？大卫，别冲动。大卫先生好大的威风啊，吓死我这个小妮子。你是谁？我叫花绮罗，奉命成为程先生的贴身助理。你是五大影视家族的人？没错，我的老板是摩根·罗斯柴尔德先生。叶振民，20年前你拒绝了我老板的招揽，我老板不得已只能选择重用程瑞这个废物。现在我老板重新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你接还是不接？我有选择吗？当然有啊，臣服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前，或者选择失去儿子和女人。如果我选择挟持你呢？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试试。你以为我不敢吗？大卫先生，你未免也太着急了。看到这个开关了吗？只要我按一下，叶先生就永远见不到他的儿子。叶先生，我的话说完了，您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哦。你醒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被人打晕了。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儿，我们应该是被绑架了。没错，你们确实被绑架了。你想要什么？我有很多钱，放我们走，我可以给你钱。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你们想办法把叶振民引到这里来。不行，你们一定是想对明哥不利。你放一鸣走，有我一个人质就够了。放他走？你想得美！如果叶振民不来，明天就是你们两个的死期。快了，万采薇，马上就能弄开了。一鸣，你的手是不是出血了？你歇歇，我来吧。命都快没了，还管手干嘛？马上就弄开了，你休息一下，等会儿还得跟那个壮汉斗智斗勇呢。那家伙睡着了，别出声，咱慢慢出去。好。糟了！糟了！那两个人呢？看好了没？花绮罗，我老罗办事你放心，那两个人肯定跑不掉。去看看。坏了，人呢？快跑！别跑！没用的东西，去死吧！一鸣，你怎么样了？我走不了了，你把我放在这里，找人。不行，等会儿他们肯定会有人过来搜咱们的，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我死了，你就跟我爸在一起吧。告诉我爸，儿子不能给他养老送终。叶一鸣，你是他儿子，你不能死！你爸没了你，他怎么活啊？万采薇，你背着我，咱们两个都没法逃走的。我不管，咱们得一起走。你现在失血过多，万一睡着了，可真的就醒不过来了。多跟我说说话，千万别睡啊！采薇，你怎么在这里？
这个是叶董事长。夏宁，赶紧把我们送到医院。叶一鸣受了很重的伤，那还愣着干嘛？赶紧上车啊！一鸣，你可一定不能出事啊！叶一鸣在哪个床位？你不是那个臭代驾吗？我没工夫搭理你，赶紧说，叶一鸣在哪儿？叶一鸣是什么人物？你一个臭代驾也想见叶董事长？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讨好一下叶董事长是吧？什么意思？穷狗就是穷狗，怪不得混成这样，想的好处不得出出血吗？瞎了你的狗眼！赶紧说叶一鸣在哪儿，不然你死定了！来人啊！打人了！保安！保安！明哥，董事长，我们在这里。一会儿再收拾。采薇，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医生说一鸣的情况很严重。一鸣怎么了？都怪我，都怪我！当时那个小屋爆炸了，一鸣为了保护我，被爆炸的冲击波给炸到了。一鸣现在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他伤得蛮重的，现在还昏迷着，不过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老叶总，我恰巧发现了采薇跟小叶总，然后才把他们送来医院的。哎呦，您都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多危险，小叶总的血哗哗的流啊！要不是我及时给他们送到医院，谢谢你，你这个人情我记住了。老叶总，您太客气了。采薇，不怪你，一鸣长大了，像是个爷们儿了。叶先生，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全城搜捕花绮罗，即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敢动我的家人，也是死路一条。明哥，你回去歇歇吧。没事，我不累。当着我的面就别搂搂抱抱了吧。一鸣，你醒了，我去给你倒杯水。一鸣，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死不了，就是感觉有人在我旁边秀恩爱，一股子恋爱的酸臭味。臭小子，敢笑笑你老子！青云集团怎么样了？放心吧，程瑞这回彻底完蛋了。万和国际、创荣国地产、大恒集团、科万置业4家地产公司联合与青云集团发布公告，面对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大盘的行为表示谴责。为此，4家地产公司宣布，消费者在购房时拥有青云集团汽车，购房时即可享受8折优惠。同样，上述4家地产公司业主在购买青云集团汽车时，也将享受8折优惠。爸，你这招太绝了，把汽车与房地产挂钩，一举把青云集团盘活了。从今天开始，青云集团正式成为国内1线企业了。姜还是老的辣呀，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招呢？少拍马屁，这哪是拍马屁啊，这是真诚的赞美。臭小子，你爸不仅得给你擦屁股，还得赔一个得力干将给你。哎，董事长，您说什么呢？你刚被绑架的时候，青灵都快急哭了，我又不瞎。明哥，你就别拿他们2个打趣了，你看青灵脸都红了。别光说我呀，爸，你跟他。别瞎说啊，喝水喝水。叶先生，抓到花麒麟了，走。花绮罗，我们又见面了。可惜咱们的身份变了，上次是我占主动权，现在是你占主动权。在哪抓到的他？在港口一个蛇头的船上，差点就被他跑了。还没上船，我也不清楚。看来你是第一次栽跟头喽。你猜？我警告你，花绮罗，现在是我们掌握主动权，告诉你的老板停止对我们的报复行为，否则我们可不保证你的安全。哎呀，大卫先生的脾气很暴嘛，这就是你为什么比不过叶先生。他还在跟我谈笑风生，你一个小小的酒店老板，凭什么敢对我大吼大叫？大卫，冷静，他想分化我们。哎呦，被你看穿了。别说废话了，联系你的老板，我要跟他谈。我看就不必了吧，这次我来国内收到了正式的任命，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主。你想谈，跟我谈就行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主。可以啊。什么？你没听错，我说可以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凭什么敢做这样的承诺？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秘书啊。一个小小的秘书，怎么敢指挥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种庞然大物的？你猜？好，我相信你。现在下令让他们放弃动手吧。别这么猴急嘛，人家还有一个条件没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呦，大卫先生，你还真是粗鲁呢。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这个条件很简单，
就是要你叶振明一辈子都不能娶万采薇小姐，娶我。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就是要叶先生娶我。我拒绝。明哥，如果他真的能让罗斯查尔德家族放弃打压你，我可以离开的。叶先生，你拒绝的这么干脆，就不怕我收回答应的条件吗？不可能，花绮罗，你死了这条心吧。为什么拒绝？是我不够漂亮吗？对不起，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你这样想，好像人家是那种很随便的人一样。叶先生，人家还是个干净的女孩子哟。花绮罗，请你自重。叶振民，看来你是选择要与罗斯查尔德家族为敌了。20年前，我在海外就赢过你们一次，现在在我的主场，凭什么不能赢你们第二次？上次你无牵无挂，你的儿子呢？你的女人呢？你别忘了，这次你让罗斯查尔德家族整整亏损了3500亿，这种量级，你觉得罗斯查尔德家族会怎么报复你？娶了我，3500亿的债一笔勾销，还能获得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友谊，你会怎么选择呢？哥，你不用为了我跟他们为敌的，我情愿不要名分。你想当小三，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我想好了。哦，你的答案是什么？我选择跟罗斯查尔德家鱼死网破。你们以为有权有势就能一手牵了吗？大卫，联系青林，让高盛资本开始收缩，抛售手上所有固档产业。花绮罗，我高盛部资本虽然不及你们罗斯柴德家族，但是临死4大影视家族会放过你们吗？叶振民，原来你抱的是这个打算。没错。既然你不愿意娶我，那就亲我一口，这你总该答应了吧？好哥，你快答应啊！仅仅是亲一口而已，你快答应！花绮罗，你先让罗斯查尔德家族那边停止打压高盛资本和云达集团，没问题。把我的电话还我。喂，是我。喂，停止对叶振明的一切打压。对，通知一下青林。好了，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3分钟以内青林应该会联系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能改变罗斯柴德家族的人，必然是长老级以上的人。可你一个华夏人，他们怎么会允许你成为长老？长老。喂，青林。董事长，刚才罗斯查尔德家族下属摩根商会发来消息，说跟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停止对高盛资本出手了。是真的？这是真的假的？太好了，董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能影响到罗斯查尔德家族了，这也太厉害了。我已经履行了承诺，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吧，夏先生。我输了，我猜不透你。夏先生又在跟小女子开玩笑了，我不过是想让你亲我一口，又不是在跟你打赌。你为什么要说自己输了呢？我准备好了，来吧。叶先生，你动作也太慢了，我改变主意了。怎么了？亲我一口让你这么为难吗？我现在就要给摩根打电话，全力打压高盛资本，至少要调动1万亿，碾死你们。还有你戴维，你跟万豪国际一起去死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改变想法了，既然你不愿意娶我，也不愿意亲我，那我也不勉强你。将来咱们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当你的高盛资本能够发展为世界顶尖财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人了。现在的你还太过弱小，掌握区万亿资产，根本不够资格窥探这个世界顶尖的权势。你的意思是？接下来可别让我失望哦。再见了，叶先生。明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被他拿到主动权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既然罗斯柴尔德家族这边的危机暂时解除了，那我们就继续发展，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被其他影视家族给盯上。接下来，高盛资本会全力支持青云集团和万豪国际快速发展。采薇啊，你试试这个镯子，喜欢的话妈买给你。妈，好看吗？好看，好看。什么？这镯子竟然要200万？算了算了，太贵了。哎呦，我的傻闺女，你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呢？怎么了？你还问怎么了？你没想想，叶振民那可是青云集团的太上皇。叶一鸣这个人我不了解，但是像这种老子没本事，儿子有出息的情况，我可见得太多了。其实明哥才是大 boss， 要不是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将来你进了他们家门，叶一鸣肯定会紧紧盯着你，就是怕你弄他的钱。妈不给你带点贵重的嫁妆，以后你在他们家可是寸步难行啊。妈，
你对我真好。傻孩子，我可是你妈，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周少，昨天晚上那个妞怎么样？小邹啊，那个妞倒是真带劲，就是非让我给她买个大钻戒，不懂事儿啊。小邹，我好像遇见爱情了。妈的，前8个妞你都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巧了吗？周少，这个妞我认识。这妞什么来路？周少，您知道万家吗？万家？江城还有个万家呢？小小家族而已。那个妞旁边的就是他妈，之前为了攀上钟景山的关系，想把闺女送到钟景山床上去，结果那个妞死活不愿意，跟着一个代驾大爷跑了。老子可是城主之子，想巴结钟闪闪的家族，不是随便拿捏。那当然。走走走，今天晚上老子就要玩这个妞。美女，挑镯子呢。你是？万采薇，这位是咱们江城城主之子周玉，周大少。哎呦，是周少啊！你好，你好。哎，你不是那个钟景山的手下吗？钟景山早就凉透了，现在我是周少的人。美女，今天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出去玩玩，我请客。不好意思，周少，周少，我有心上人了。就你那个代驾大爷啊！美女，你眼光不行啊！万采薇，周少邀请你出去玩，那可是你祖坟上冒青烟了，你可别不识抬举啊！不好意思啊，周少，我这女儿性子倔，认准的事儿连我也劝不动，您就高抬贵手。再说，采薇也配不上您啊！老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你劝不动，难不成我也劝不动？真不好意思，扫了您的雅兴。改天我亲自去城主府给您赔罪，您看怎么样？赔罪？你小小一个万家，拿什么给我赔罪？是，我们万家确实档次低，不配入您的眼。不过我女儿相中那个代驾是青云集团的人。青云集团什么东西？周少，青云集团就是前2天跟几家地产公司合作的那个，规模还挺大的。哼，我当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做生意的，在江城混，还能不给我面子？就算不给我面子，也得给我爸面子。嘿嘿，是，您父亲可是江城城主，谁敢得罪了您？江城还能容得下他？抱歉了，林少，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先告退了。我让你走吗？不识好歹。周少，请您不要这样。我哪样了？小美女性子够辣，我喜欢。住手！明哥，你可算来了。哎呦，又是你臭代驾！我正想着怎么弄死你呢，你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邹元，是你？没错，就是老子我。我看大卫这回还会不会救你？邹元，你真是不知死活。钟景山的事，看来你是没学到一点教训了。告诉你，别惹到不该惹的人了。笑话，在江城还有我惹不起的人？你算什么东西？哎呦，叶振民，你可别给叶一鸣找麻烦了。这位可是江城城主的独子周玉，就是青云集团也招惹不起他呀。妈，你放心吧，明哥可以的。我算什么东西？笑话，在江城这1亩3分地，还没有敢这么跟我说话。老东西，你是在找死吗？对不起啊，周少，他是青云集团董事长叶一鸣的父亲。青云集团……少他妈跟我提什么青云集团！青云集团怎么了？想在江城混，他叶一鸣还敢翻天不成？臭代驾，这回踢到铁板了吧？区区一个城主之子，也敢这么猖狂？别说是你，就算是你爹来了，也得跟我好声好气的说话。叶振民，快给周少道歉！你当真是要突破这天吗？你以为叶一鸣次次都能护得住你吗？笑话，这堂堂江城就没有王法了吗？在这江城，
老子就是王法。哦，看来你平时这种欺男霸女的事没少做啊。叶振民，你可少说两句吧。周玉可是江城知名的恶少，仗着城主的威风无恶不作，你可别激怒他了。看来他爹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你敢说我爸？狗东西，你是在找死吗？无知者无畏。你敢说老子无知？这江城还有老子惹不起的人？周少，今天咱们就踩死他。今天我们是来买东西的，不想败了兴致，别给你爹找麻烦。老东西，别说大话了，你一个区区代驾，这店里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买不起，也敢说自己是来买东西的？哼，我有这张卡，能不能随便挑？这不是大盛银行全球限量发行的黑金卡吗？至少要有500亿的流动资金，大盛银行才会发出一张卡，极为珍贵。好小子，怪不得你敢胡吹大气。这张卡明明是我父亲的，你是从哪里偷来的？哦，你凭什么说这张卡是你父亲的？哼，废话，能拥有这张黑金卡的，无一不是世界顶级财团。江城虽然不小，但是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拥有黑金卡。怎么就这么巧？前几天我父亲刚拿到一张黑金卡，你就也有？哈哈哈哈哈！你也知道你父亲的身份和地位，不该拥有一张黑金卡，那你就不想想，你父亲手里突然出现一张黑金卡是怎么回事吗？你什么意思啊？看来堂堂江城城主要被一个蠢货儿子给坑死了。你敢说我爸？没错，城主卖了一块地皮，价值500亿，本应是公家的钱，结果却到了你父亲私人手里。这江城马上就要变天了。叶振民，你少在这里放屁了！你见过什么是黑金卡吗？闭嘴！你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你不如去问问你爸，一块地皮怎么能卖到500亿的天价？如果不是因为我，他连贪污这么多钱的机会都没有。周少，既然叶振民偷了城主的黑金卡，那知道内情也不足为怪。咱们不如正好把这事推到他身上，这样没有人赃并获，谁也没证据说您父亲贪。还得是你啊，小邹！老东西，刚才是我记错了，我是在竞标会上看到这张黑金卡的，我父亲从来也没贪污过。说，你是在哪里偷的？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偷的？还嘴硬是吧？我这就叫我父亲过来。好啊，我在这里等着你父亲。喂，爸，我在珠宝店发现有个人偷了你的黑金卡。什么？不知死活的东西！等我父亲到这儿，就是你的死期。振民，这可怎么办啊？叶振民，自古民不与官斗，你靠着区区一个青云集团跟城主斗，不是找死吗？你觉得我是那种没本事硬装的人吗？怎么不是？当时在万豪国际，钟景山……妈，你想想，钟景山呢？破产了。他们那伙人还污蔑明哥打碎了大卫的酒，大卫不照样对明哥毕恭毕敬？我就纳闷儿，你们为什么老不相信明哥说的话？这把心放在肚子里，明哥说的话哪一样是吹的？叶振民，你不是说这张卡是你的吗？有种你就刷呀！对啊，大盛银行发行的黑金卡可是采用了最先进的虹膜识别技术。叶振民，你偷了我父亲的卡，如果你刷不出来，那就证明你是偷的卡。我无需向你们证明自己。别呀，叶振民啊，你是心虚了吧？笑话，我心虚？我行得正，坐得直，怎么会心虚？如果你不心虚，就随便刷出来个180万的来打我的脸啊！也罢，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采薇，你有没有喜欢的首饰？我还挺喜欢这个镯子的，不过这个镯子我妈想买下送给我。既然你母亲想买给你，那我就不代劳了。哟，开始就坡下驴了，狗东西！你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哎，本来出来逛街心情还不错，结果总有2只苍蝇在耳朵边嗡嗡嗡的叫，烦死了！你敢说老子是苍蝇？听出来了，叶振民，你这是在找死！采薇，我好像还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这样吧，送你一颗钻戒吧。好啊。服务员，这款钻戒还挺好看的，取出来给这位小姐试一下。您好，先生，这款哈瑞温斯顿的钻戒价格比较高，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您确定要试一下吗？价格比较高，有多高？
这款的话799万。明哥，没必要买这么贵的戒指吧？哈哈哈哈哈哈！这穷鬼怂了。叶振民，这一个戒指799万，你有黑金卡应该不在话下吧？你自己挑的，可别不舍得买哦。采薇，只要你喜欢，那我就买给你，不过几百万而已。哟，不过几百万而已。服务员，拿他那张黑金卡刷卡。叶振民，等你刷不出来虹膜，你看老子怎么整治？先生，您这张卡确实需要识别虹膜，我们这里的机器不支持这种方式付款，请您换张卡吧。叶振民，你不会只有这一张卡吧？区区几百万而已，不会真的有人拿不出来吧？你们真的很吵，希望城主到了之后，你们还能保持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先生，您已经付款成功了，恭喜您。你一个臭代驾，怎么可能随手花掉几百万？难不成是叶一鸣给他的？没错，一定是叶一鸣给你的钱。你个老东西，原来是这种靠儿子的废物。我现在有点心疼城主了，有这么个不成器的废物儿子，怕是活不到安享晚年。花儿子钱的时候了。王八蛋，你有种再说一遍！城主到！叶振民，我爸来了，你准备好受死了吗？逆子，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啊，爸，你为什么打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我虽然是城主，但面对这种庞然大物，也不得不恭敬行事。你居然敢去招惹他！高盛资本，爸，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他就是一个臭代驾罢了。逆子，你是要气死我吗？你觉得你爸会认错人吗？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爸，你好好看看这张卡，就是您前几天带回家那张啊！放肆！我什么时候往家里带过黑金卡？是我记错了。邹元，周少，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臭代驾吗？周少，我没错啊，当时我在万豪国际亲眼看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连钟情山都可以轻易羞辱他，他怎么可能是什么高盛资本的董事长？原来是你蛊惑了周瑜。周瑜虽然不成器，但从来没给我惹过什么大麻烦，就是因为你这个狗东西，才闯出来这么大的祸。现在给我跪在叶先生的面前，不磕100个头，不准起来！叶先生，不好意思，犬子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还望您见谅啊。年轻人，磨练一下是应该的。是，我教子无方，一定带他回去，让他深刻反省。慢着，叶先生还有何指教？城主大人，刚才我听到周大少说，您家里也有一张黑金卡，不知从何而来啊？以您的身份地位，只怕还不够获得一张黑金卡吧？小孩子不知内情，胡言乱语。叶先生多虑了，是吗？我看贵公子也有25、6岁了，难道这也是童言无忌吗？叶先生，你无凭无据质问本城主，好像也不大合适吧？改日我一定备好礼物，带犬子登门道歉，不知道你是否满意？有趣，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叶先生，您这是不肯罢休了吗？我不肯罢休。城主大人，你贪污的时候怎么就不肯及时收手呢？叶振明，我敬你是高盛资本董事长，对你忍让有加，你可要想清楚了，别给脸不要脸。我的面子还从来不需要别人给。叶振明，你当真要与我撕破脸吗？何来撕破脸一说？现在放弃跟我纠缠，我可以既往不咎。今后青云集团在江城可以特殊优待，如果你还要纠缠，可别怪我周某人不客气。叶振民，见好就收吧，宁惹过江龙，不惹地头蛇。城主可是江城最大的地头蛇，难不成你青云集团以后不在江城混了吗？妈，你干什么？我相信明哥，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小姐是叶先生的女朋友吧？是。怎么了？青云集团跟万家这可谓是强合作，不过万家的产业好像不是太多。城主大人，这不关我万家的事，您不能对我万家出手啊！往年我给您几千万的孝敬，您不能翻脸就不认识人啊！瞧你说的什么话！
我堂堂一个城主，怎么能对你万家出手？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对你万家出手。没错，咱们严格按照律法来嘛，看看你万家还有青云集团有没有不合规的地方，查一查就行。先查他3个月。哼，城主大人威逼利诱，好手段啊！可惜啊，可惜，我叶振明不吃你这一套。叶振明，你当真要与我鱼死网破吗？如果我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20年前我只需要给5大影视家族当狗，就能一步成为全球顶级豪门。今日你区区一个江城城主，也敢妄言跟我鱼死网破，你算什么东西？叶振民，你不要欺人太甚，你没有证据证明我父亲贪污，这都是血口喷人。不是你告诉我的，你什么意思？我今天有任何一句话提到你贪污了吗？是你不打自招啊，城主大人！狗东西，你在诈我！没错，我就是在诈你。接下来我会把你和你儿子说的话传给都国，你所做的一切都将由都国清算。邹元，你不是说他是个代驾吗？他怎么会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呢？他怎么会有黑金卡的？我也不知道啊，住手！周家全他妈完了，都怪你这个王八蛋！我杀了你！叶振民，我有话跟你说。采薇，你先离开一下。妈，你又要说什么有的没的？采薇，听话，我这些话很重要。采薇，你先去车里吧。妈，你得答应我，不要乱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好好，我答应你。叶振民，采薇喜欢你，我知道。采薇的眼光我见识到了。既然你是高盛资本的董事长，我就不阻碍你跟采薇的事儿了。不过，采薇的婚事一定要她的爷爷，也就是万老爷子才能定下。下周6是万老爷子的75岁寿任，只有你能说服万老爷子，才能娶到采薇。好，我知道了。下周6我会准时到万家给万老爷子递送。哎，明哥，我妈呢？哦，你妈她先回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采薇，我想问问你，你爷爷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问他啊？我妈跟你说什么了？你妈让我去万家上门提亲。什么？去万家上门提亲。下周6是你爷爷的寿辰，我得给你爷爷准备好礼物。你真的准备去求亲啊？是啊，不然我不是成渣男了吗？还是说你不愿意嫁给我？我当然愿意啊。那不就完了？走吧，一起去给你爷爷挑礼物去。可是我怕爷爷会刁难你。我连江城城主都不怕，还会怕你爷爷吗？那倒也是。说到我爷爷，他老人家最喜欢字画了。这么多年，他收藏的字画没有100，也有80了。要不是因为他收藏字画花了太多钱，说不定万家早就能成为江城有数的豪门了。喜欢字画，巧了，我正好有个老朋友也喜欢这玩意儿。明哥，我劝你最好还是认真一点。我爷爷不仅是自己喜欢收藏字画，而且他还是个非常厉害的鉴定家。是吗？而且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假物件，你就算给他送个不值钱的东西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是赝品，那可就糟了。放心，绝对没问题。什么？你要跟那个叶振明在一起？不行，绝对不行，除非我死了。爷爷，知道你会反对，但是我这次是铁了心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和他在一起。采薇呀，你是不是昏了头了？那个叶振民年纪都可以当你爹了，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爷爷，当时钟云山不是比我妈还大吗？我妈还逼着我给钟云山当情人呢。什么？爸，我那也是权宜之计，当时万家正在危急关头，我也没办法呀。现在咱们万家搭上了万豪国际的线，就算采薇不跟叶振民在一起，过不了多久，万家也会慢慢跻身一线家族。怎么能用采薇的终身大案来当筹码？可是我喜欢叶振民啊。
你喜欢叶振民有什么用？现在咱们万家没有男丁，你如果嫁入夏家，万家只会成为夏家的附属。再过几年就没有万家了。你们满口都是家族，难道我的感情就不重要吗？不可能！你想要跟叶振民在一起，除非叶振民入赘我们万家。爸，叶振民何等人物，连江城城主在他面前都得不了好，这怎么可能入赘我们万家？那就等我死了，到时候采薇想嫁给谁嫁给谁。爸，今天是您的寿辰，您可别说这晦气话了。我不管，叶振民马上就到了，你待会儿可别给他摆脸色，让我难堪。等会儿他叶振民赶来，我就把他乱棍打出去。采薇，回你房间去。青云集团董事长之父叶振民前来为万老爷子祝寿。不伦不类。爸，我先跟您说好，叶振民跟万豪神机关系密切，据说咱们万家能搭上万豪国际的线，也是叶振民授意的。如果您对他动粗，万豪国际取消了跟咱们的合作，咱们万家就完了。万老爷子，您身体可好啊？好得很，不劳叶一鸣董事长之父挂念。万老爷子，其实在下是高盛资，不用再说了，你是来向采薇提亲的，对吧？啊，对。这人年纪这么大，还向采薇提亲，万家看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把闺女送给青云集团。此事不用再提了。今天是我的寿宴，叶先生如果是来祝寿，万家欢迎；如果是前来提亲，请恕万家不接待了。好吧，那看来我准备送的聘礼唐老真迹凤凰于飞图，只能下次再送给林老表家。什么？凤凰于飞图？正是。哈哈哈哈哈！叶振民，你未免也太过于折辱万家了。你拿一副假的凤凰于飞图前来下聘，这是天大的笑话。万老爷子还没有看到我的画，怎么就断定我的画是假的呢？笑话，因为唐老的真迹凤凰于飞图现在正藏于万家。拿假画下聘，被拆穿了，真丢人啊！谁能想到真迹在正主手上啊！叶振民啊，叶振民，你采薇都告诉你了，老爷子最爱收藏字画，千万不要送假的，你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哦，老爷子凭什么说我的凤凰于飞图是假的？我刚才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凤凰于飞图在我万家。你不知从哪里弄出来一幅赝品，也敢来这里滥竽充数？倘若我非要说我的这幅是真的，哼，那就把你的图拿出来，老夫亲自长眼。如果我的凤凰于飞图是真的，老爷子就把采薇许配给你，行吗？如果你的图是假的，此事以后永不再提。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万老爷子爽快，书画界泰斗唐老亲笔，凤凰于飞图。万老爷子，请看吧。哼，叶振民，你这赝品未免也太假了。众所周知，凤凰于飞图乃是一凤一凰一双印，取成双成对之意。你这图上怎么还有题词啊？哦，是吗？取真品凤凰于飞图来。看到了吗，叶振民？唐老真迹凤凰于飞图藏于我万家，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这幅画确实是真的。叶振民，叶振民，你哪怕嘴硬两句，说万家的这幅画是假的，老爷子也该就坡下驴了。你这一承认，不就彻底露馅了吗？既然你承认了，这幅假的聘礼就请你收回去。你跟采薇的婚事作罢。慢着，我说你的画是林老真意，可没说我的画是假的。叶振民，你可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万老爷子何出此言啊？众所周知，唐老早已封笔多年，跟随子女到国外定居。凤凰于飞图乃是他的最后一幅得意之作，从此往后再无新作传出。这两幅画一模一样，必有一真一假。如果我说这两幅画都是真的呢？哈哈哈哈！你的意思是说，唐老当年一共画了2幅凤凰于飞图？怎么可能？唐老可是书画界泰斗，怎么可能把同一幅画画2遍出来？简直胡闹！这叶振民未免也太过分了。唐老当年的确是只画了一幅凤凰于飞图，我这幅凤凰于飞图是唐老前天刚刚画出来的。唐老封笔隐居多年，从未有过新作现世，你怎么敢如此胡言乱语？唐老当年的确是只画了一幅凤凰于飞图，
我这幅凤凰于飞图是唐老前天刚刚画出来的。什么？唐老何等身份，怎么可能为你重新开笔？唐老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在国外也是相见恨晚。上周我请唐老出山，重新为我画了一幅凤凰于飞图，并且有亲笔题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和夏小友与林小姐订婚大吉。这的确是唐老的字迹。天啊，唐老居然为这个叶振明定制了一幅画，这叶振明到底是什么来路？能请到唐老出山，这叶振明可谓是手眼通天啊！万老爷子，如何？现在是否能宣布把采薇许配给我一事了？还是不行。为什么？爷爷，刚才你都当众说了，假如明哥的话是真的，你就答应这门婚事，现在为什么要反悔？采薇，我就算当众食言，也一定要保住家族。没了南京传承，将来万家就没了。家族又是家族，没有明哥帮忙，万家半年前就没了。爷爷，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跟明哥私奔，你就守着你的万家过吧。女大不中留啊！爷爷，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太好了，明哥！恭喜恭喜，恭贺林小姐与叶先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叶振民，没想到到最后是你成为了我的女婿，今后咱们就各论各的。妈，你说什么呢？采薇，咱们认识这么久，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提起来你爸呢？如果你不方便说的话，你就当我……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是个赌鬼败家子，把我爷爷气得不行，早就把他赶出家族了。哦，不好意思，提起来你的伤心事了。没事儿，我只是有一点点难过。我小的时候，我爸对我还是挺好的，后来就被人带着染上了毒瘾，还跑来找我借钱。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喂？什么？老东西，欠我的钱已经拖了这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还啊？这个，您再宽限我2天吧，我现在手里实在是没钱啊。没钱？老万啊，我的钱可是不好宽限啊。庆哥，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没钱了呀。万家早就跟我断绝关系了。你没钱？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应该很有钱吧？庆哥，你有所不知啊，我那个女儿根本就是个不孝的东西，我欠的钱她肯定不会替我还的。那是你操心的事吗？给他打电话，叫他过来，不然我就弄死你。喂？什么？怎么了？我爸他被追债的扣住了。走，我跟你过去。老万啊，你看看你混的，连你女儿都不愿意管你。她今天要是不来，我就把你手给剁了。别，庆哥，不要啊！都给我住手！爸，你没事吧？女儿，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爸就要被打死了。嘿呦，总听老万说他闺女是大明星万采薇，总算见到真人了。老万啊，你说你长得这个屌样，怎么生出如此貌丽如花的姑娘？你想干嘛？干嘛？当然是负债女偿了。你想要债就要债，别动手动脚的。他们家欠我钱，关你什么事儿？你动他就是动我。小子，我劝你一句啊，这件事儿你管不了。我管不管得着，你说了不算。行，英雄救美啊！爸，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赌，你这次又欠了多少钱？
我欠了4个亿。4个亿！4个亿，4个亿是本金，这借条上面写着呢，借钱到期不还，拖1天1个亿的利息，现在连本带利的，得还我10个亿。爸，你当我是印钞机吗？10个亿，我出生到现在加起来也没赚够10个亿啊！闺女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可是你亲爹。可是我哪里有钱还啊？我这里还有钱呢。可他们这也太黑了。欠了4个亿，要还10个亿，你这利滚利恐怕是有点夸张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生意贷了，你这是高利贷啊！那你别管，找我借钱，这就是规矩。这借条我不认。你什么意思？当初要不是你给我爸下的圈套，带我爸去赌博，我爸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哼，甭管这是不是圈套，你爹欠了我10个亿，这是事实。这欠条就是证据，板上钉钉的证据。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负债女偿，天经地义。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我给你2个选择，要不今天一次性你把你爸欠我的钱给结了。不可能，我没那么多钱。要不然你就给你爸抵债，抵了利息还我4个亿就行，如何？女儿，你就答应了亲哥吧，要不然爸还不上钱，他就会打死我的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废话，挨打的又不是你。闺女，爸求求你了，爸给你磕头了，行吗？你答应吧。真是父女情深啊！我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卖自己亲女儿的。你懂什么？采薇能跟上庆哥这种富豪，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有庆哥给他撑腰，以后他还不得一飞冲天啊！说得好，还得是老万活得通透啊！我的女人花天酒地，荣华富贵，那过的可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你无耻！我无耻？你们这帮子世家，脏事还少了？反正都是那档子事儿，赔别人还是赔我，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他吧？债也还，人也得要，你这算盘打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你太精明了。呵呵，少他妈废话，借条在我手上，按照道上的规矩，他老万今天还不了钱，我就要收点东西走。1个亿，2只手，便宜你们了。不要啊！老万，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这个宝贝女儿吧。动手！采薇，我可是你爸呀！你快答应他呀！万采薇，你要害死你爸了！你这个白眼狼！我要知道你妈当初怀的是个女孩，就应该给你打掉！不！你要是再晚喊1秒钟，你爸的手可就没了。采薇，就当爸求求你了，你就答应亲哥吧。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采薇，他们今天的目标本来就是你，根本不值得你为他去牺牲。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没有我哪来的他？我让他替我死都行。你闭嘴！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他毕竟是我爸呀。好，这个事我替你处理。小子，别多管闲事。我告诉你，我背后的人你惹不起。那我也告诉你，今天采薇我保定了，你动不了他。哼，你拿什么保？你该不会是想要替老万这个畜生砍手吧？不就是10个亿吗？这钱我替他还。哈哈，你替他还？万老头欠我的可是10个亿，10个亿！我当然知道。喏，10个亿给你，小子。你脑子有问题吧？一张破纸就想打发我？10个亿，一张支票，你当老子是傻子？这张支票是真的，如果支票是假的怎么办？
如果是假的，今天我们3个任你处置。真的，不光他俩可以走，手送你。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哪有这样的支票啊？小子，你是要害死我们一家人吗？这张支票是真是假，你给银行打电话问问就行。银行电话就在背面，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用这么一张破纸招摇撞骗。去，给银行打电话。大哥，银行的人回话说有屁快放！这个支票是有效的，只有至尊 VIP 的人才可以拥有。你说什么？金额呢？金额属实吗？属实。看来是你输了。钱都还你们了，还按着我干什么？松开，松开！闺女，咱们快走吧。哼。我说了，他俩可以走，但我没说你也可以走。你什么意思啊？你出尔反尔！叶振明是吧？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很有钱吗？再拿5个亿出来赎身。没钱了吧？没钱了也行啊。砍手！闺女，咱走吧，咱惹不起呀！哎呀，咱哪有钱？住手！你要给他赎身啊！行了，你们2个别愣着了，把他手给我砍了，我每个人给你们100万，现在就转账。真的假的？亮出你的收款码。你们这2个混蛋，亏我平时对你们那么好！你们别过来！采薇，这是哪家的少爷？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帅哥，我家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追她的富二代肯定特别多。但是你放心，岳父以后就认你一个。够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是你女儿了。不是，采薇啊，你说什么胡话？我可是你亲爸呀！林先生，采薇已经说得很清楚，她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要再纠缠下去，找我可对你不客气。我们走。万采薇，你个没良心的啊！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成人，你现在找了个有钱的男人，就不认你爸了？我要找媒体曝光你！随你便，你可以试试找媒体，看哪家媒体敢报道你说的话。别理他了，我们走。帅哥，往右边来一点儿。对，再亲密一些。差不多了，咱们歇一会儿吧。OK， 另一队新人上。啊？怎么又轮到我们了？你这体格怎么还不如叶董事长呢？哎，庆玲，你怎么说话呢？我也是叶董事长啊！臭小子，少废话，赶紧去，让你爸歇会儿。哎呦！明哥累不累？喝口水吧。稍等我一下。好。好久不见啊，叶总。是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我来祝贺你一下啊。祝贺你和万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你。我在考虑，如果这时候让你履行对我的承诺，你会不会很开心啊？什么？你可别跟我开玩笑药了。拍婚纱照时，趁着未婚妻不注意，偷偷亲别的女人，想想就很刺激。还是算了吧，我这个人不好这一口。
既然你不喜欢，那就算了。好了，我的祝福送到了，走喽。等等，你到底是谁？你猜？爸，快来！来了。